经常有同学说，老师你讲完我听懂了，但是让我自己去做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想，不知道该怎么下手。这说明啊，我们还没有建立数学思维。当我遇到一个题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想到，它总是给我一个已知，然后让我求一个结论。那我需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已知和结论之间的关系。不是把球靠到已知上，就是把已知靠到球上。你看，每一个题它都有题眼，我们读读这道题啊。在三角形 ABC 中，这是一个三角形 A 的垂直 AB， 这是 A 的，它垂直 AB。当我读到这个，我立刻就想到，如果对于向量来说，两个向量是互相垂直的，它们的极就是零实数。你看，一下子就得到一个结果，零实数。所以呢，这个垂直我要留意。再接着看 ，b 的等于根号3倍 ，bc 等于根号3倍的 b 的。当我看到这个式子，我就想，将来一定会出现 bc 的式子，我需要转化成 b 的这个代数式啊。给我它俩的关系，就是给我其中一个的式子，让我转化成另一个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还有给了我 A 的向量的模 A 的长是等于1的，那我立刻要想到什么呀？我立刻要想到 A 向量乘以 A 向量等于 A 向量模的平方。你看，当出现同样的两个向量，它俩的极，那就出现它的模，模就是长度，那这个1我就可以用了。当我想到这些以后，我去看求，题中说让我求 AC 向量乘以 A 的向量，我当然期望它出现 A 的向量乘以 AB 向量了，因为它俩垂直啊，一相乘就等于零实数啊，所以我就决定 A 的向量不动，我把 AC 向量变化一下。AC 向量和谁有关呢？它在三角形 ABC 当中，它是其中的一条边，所以 AC 向量它就是 BC 向量减去 BA 向量，共起点的两个向量连接终点，方向指向倍减向量 AC 向量。然后呢，我就展开 A 的向量乘以 BC 向量减去 A 的向量乘以 BA 向量啊。那么可把 BA 向量换成负的 AB 向量加上 A 的向量乘以 AB 向量，它们俩是互相垂直的，它们俩的极就等于0。所以呢，我就得到 A 的向量乘以 BC 向量了。你看垂直是不是我们就用上了？接下来我一读题，A 的模还没用，要想用 A 的模，必须得出现 A 的向量乘以 A 的向量，也就是 A 向量乘以 A 向量的样子。还有就是人家给了我 BC 和 B 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决定把 BC用 B 的式子换掉，根号3写在最前边，根号3倍的 A 的向量乘以 B 的向量，根号3落下来 A 的依然不动，因为我要出现 A 的乘以 A 的，然后出现 A 的模啊。那 B 的我要把它变一下，B 的在哪里呢？在三角形 ABC 当中，它恰好和 AB 和 A 的有关，所以 B 的向量我就转化成了 A 的向量减去 AB 向量，共起点的两个向量连接终点，方向指向倍减向量。然后我再一次展开分配律 ，A 的向量乘以 A 的向量是 A 的向量模的平方。你看那个模我就可以拿来用了，然后减去，先括上，根号3留在最外边，它俩一相乘，分配律 A 的向量乘以 AB 向量，它们俩是互相垂直的，两个向量的极又是零实数，它的模是1，1的平方还是1，1减0是1，
1乘以根号3，所以最后就是根号3。那么这道题呀，它一点儿都不难。如果你思路打开了，你会一边读题一边捕捉有效信息，垂直就是向量之极等于零实数啊，给我模就是出现向量乘以向量才出现它的模方。所以呢，不断的向已知靠拢，不断的向已知靠拢，我就要让它出现模，我就要谁俩垂直，我就要出现它们俩的极，那么你就会顺利的得到结果。所以要把球靠到已知上。